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广州千金和一位台湾营养师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疗愈一个人的不只是一碗粥，而是那份用心和理解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。林思雨，广州本地一家大型房产公司老总的独女，今年27岁，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，回国后在家族企业担任副总裁，年薪100万起步，住着江景豪宅，开着300多万的跑车，可谓是人生赢家。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像规划的那样顺利，30岁前结婚，35岁前生孩子，然后接管家族企业。可世事难料，去年跟交往了5年的男友分手后，思雨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我傻了吧？5年啊，整整5年。他居然在我出差期间和他的白月光旧情复燃，还瞒着我订婚了。思雨对着我哭诉，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有，就是留不住一个男人的心？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心疼地说，傻孩子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渣男不值得你哭泣，以后会遇到更好的。失恋后的思雨像变了一个人，从原来那个自信满满、光彩照人的女强人，变成了一个整日以泪洗面、暴饮暴食的女孩。短短3个月，体重从原来的50公斤飙升到70多公斤。我现在每天都在吃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思雨自嘲地说，我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。一想到他背叛我的事，我就想吃东西来麻痹自己。思雨的情况我见过不少，这是典型的暴食症，是一种情绪性进食障碍。我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但他拒绝了。丽姐，我不想被贴上心理有问题的标签，我只是需要时间。我想先出去散散心。于是在我的建议下，思雨决定去台湾旅游散心。换个环境也好，广州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想起那个渣男。思雨愤愤地说，台湾的冬天虽没有广州那么湿冷，但也有几分寒意。思雨在台北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看着路边的情侣，心里更加难过。为什么全世界的情侣都在虐我这条单身狗啊？思雨心中悲叹。忽然一阵香味飘来，是粥的香味。思雨循着香味走去，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前。店面不大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暖心粥铺。推门进去，店内只有几张桌子，很干净温馨。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，店里只有一位客人。思雨随意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小姐要点什么？一个温柔的男声传来，思雨抬头，看到一个约莫30岁左右的男子，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深色围裙，气质干净温和。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思雨问道，看您的样子，似乎心情不是很好。男子微笑着说，我为您推荐一碗安神的莲子百合粥吧，可以舒缓情绪。思雨有些惊讶，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？男子笑了笑，我是营养师，也研究过一些心理学。从您的眼神和表情可以看出来，您最近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思雨叹了口气，是啊，失恋了，那这碗粥一定能让您感觉好一些。男子温和地说，我叫陈家豪，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也是一名营养师。我叫林思雨，来自广州，来台湾旅游的。林小姐您好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为您准备，不一会儿。陈家豪端来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粥，洁白如玉，点缀着莲子和百合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这碗粥里加了一点薏米和桂花，有安神的效果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思雨尝了一口，粥的温度刚刚好，入口绵软，带着一丝甜味，但不腻人。温暖从胃部慢慢扩散到全身，好好喝。思雨忍不住连喝了几口。慢点喝，粥要慢慢品才有味道。陈家豪微笑着说。不知怎的，思雨突然觉得鼻子一酸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了。思雨急忙掏出纸巾擦眼泪。没关系，有时候一碗粥就能触动人心。陈家豪递给他一张干净的手帕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？也许是因为在异乡，也许是因为陈家豪的善解人意，思雨竟然将自己的故事一股脑儿地倾诉了出来。
我真的很傻吧？付出了那么多，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思雨哭着说：“不是您的错。”陈家豪认真地说：“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不能勉强。您值得更好的人，可是我现在变得好丑，谁还会喜欢我啊？”思雨指着自己圆润的脸颊说。陈家豪微微一笑：“在我看来，您依然很美，只是现在的您被悲伤和失望遮住了光芒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帮您调整一下饮食，让您重新找回自信。”真的吗？思雨抬头，眼中带着一丝希望。当然，我是专业的营养师。陈家豪自信地说，而且我相信食物不仅能滋养身体，也能治愈心灵。就这样，思雨和陈家豪认识了。第二天，思雨又来到了暖心粥铺。这一次，陈家豪为她准备了一碗特别的粥。这是什么粥啊？看起来和昨天不一样。思雨好奇地问。这是我特别为您准备的减脂养颜粥，主要材料是燕麦、薏米、红豆和一些特殊的药材。陈家豪解释道，不仅可以帮助您调理身体，还能改善心情。思雨尝了一口，味道清淡却不失风味。好喝，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难吃的减肥餐好多了。减肥不是通过节食实现的，而是要均衡饮食。陈家豪认真地说，很多人减肥失败，就是因为过于极端，导致身体机能紊乱。陈家豪告诉思雨，他现在的暴食症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，必须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同时调理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通过吃东西来获取短暂的安慰，但这种方式只能带来暂时的满足，过后会更加痛苦。陈家豪解释道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思雨无奈地说。首先，您需要接受现在的自己，不要因为体重增加而自责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您的身体状态。陈家豪温和地说，如果您信任我，接下来的一周，每天来这里吃一顿饭，我保证您会有明显的变化。思雨本来打算在台北只待3天，但听了陈家豪的话，他决定延长行程。好吧，我相信您。思雨点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思雨每天都会去暖心粥铺吃陈家豪精心准备的餐食。陈家豪不仅为他制定了详细的饮食计划，还教他一些简单的冥想方法，帮助他缓解情绪压力。您知道为什么台湾人普遍比较瘦吗？陈家豪在一次闲聊中问道，是因为基因不同吗？思雨猜测。陈家豪笑了笑，不完全是，其实是因为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差异。台湾的饮食相对清淡，而且更注重均衡。日常饮食中蔬果比例高，烹饪方式多样但偏向健康。哦，那和广州有什么不同吗？思雨来了兴趣。广州的饮食虽然也很讲究，但相对油腻一些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卖和加工食品。陈家豪解释道，而在台湾，即使是再忙，很多人也会尽量自己做饭，或者选择相对健康的食物。思雨若有所思，确实，我平时很少下厨，大多是叫外卖或者和朋友去餐厅，所以改变饮食习惯是根本。陈家豪说，我可以教您一些简单又健康的料理方法，回广州后也能自己做。思雨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要教我做饭？怎么，不愿意学吗？陈家豪笑着问。不是，只是没想到一个营养师还会这么热心地教别人做饭。思雨说，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健康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点滴改变。陈家豪真诚地说。思雨被陈家豪的专业和热心所打动，在他的指导下，他的饮食习惯逐渐改变，暴食的次数也明显减少，而且他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家豪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1周后，思雨真诚地对陈家豪说，不仅体重下降了3公斤，我的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。这都是您自己的功劳。陈家豪微笑着说，您很坚强，能够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，重新关注自己的健康。如果不是遇到你，我可能还在自暴自弃吧。思雨感慨道。每个人都有低谷期，关键是如何走出来。陈家豪鼓励他，您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思雨发现陈家豪不仅是个专业的营养师，还是个温柔细心的人。他总是能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，在他难过时及时安慰，在他进步时给予真诚的赞美。
不知不觉中，思雨对陈家豪产生了好感，但他不确定这是否只是因为感激，或者是因为在脆弱期遇到了一个对他好的人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太容易动心了？思雨在视频电话中向我求助，感情的事情没有对错。我告诉他，但是在这种特殊时期，你需要分清楚是真心喜欢对方，还是因为他的关心而产生的依赖感，我也不确定。思雨犹豫地说，那就再观察一段时间吧。我建议道，了解他的生活价值观和未来规划，看看是否真的适合。思雨决定听从我的建议，用剩下的时间更多的了解陈家豪。家豪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选择开一家粥店，而不是去大医院或者高级会所当营养师呢？那样收入应该会更高吧？一天，思雨忍不住问道。陈家豪笑了笑，因为我相信健康不应该是特权，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。在这里，我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，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。但是这样的小店能养活你吗？思雨有些担忧地问。毕竟在广州开店的成本很高，光是房租就可能让很多小店难以为继。台湾的消费水平虽然不低，但创业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。陈家豪解释道，而且我们台湾人比较注重生活品质，不会盲目追求物质上的富足。思雨若有所思，确实，我感觉台湾人生活节奏没有广州那么快，更愿意花时间享受生活的细节。是啊，这可能就是文化差异吧。陈家豪点点头，在台湾，很多人宁愿少赚一点，也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，发展兴趣爱好。思雨想起自己在广州的生活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真正放松。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感情中总是付出更多，却得不到同等的回报。他自嘲地说，在两岸的婚恋观念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。陈家豪认真地说，台湾男生可能更注重生活的平衡和情感的交流，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成功。那你呢？你心目中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的？思雨忍不住问道。陈家豪沉思片刻，我希望找一个能够理解我、支持我，同时也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。婚姻不是一个人依附另一个人，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共同创造新的生活。思雨被他的回答打动了。在广州，很多男性似乎更看重女方的外表、家庭背景或者是否温柔贤淑，而陈家豪则更注重人格和精神上的契合。那你为什么还单身呢？思雨好奇地问。陈家豪笑了笑，可能是因为太忙于工作了吧。开店、做研究、写专栏，时间都被这些事情占满了，而且我相信缘分不会刻意去找。你还写专栏？思雨惊讶地问。是啊，我在一些健康杂志上有专栏，主要分享一些营养知识和健康理念。陈家豪说，其实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写一本关于食疗与心理健康的书，让更多人了解到饮食与心理健康的密切关系。思雨越来越被陈家豪吸引，他不仅有专业知识，还有理想和抱负，而且他对待人生的态度也让他深受触动。家豪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一直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，经济条件不如我们好。思雨坦率地说，但是这次来了之后，我发现台湾社会其实很发达，特别是在医疗、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。是啊，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旅游后都有类似的感受。陈家豪微笑着说，两岸虽然有文化根源上的相似，但因为历史原因，发展路径不同，所以形成了一些差异。确实如此，思雨点点头。我发现台湾人对生活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和满足感，即使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确幸吧。陈家豪解释道，即使生活不是很富裕，但只要能享受当下的小幸福，就是最好的状态。思雨沉默了片刻，家豪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两个来自不同地方、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建立长久的关系吗？陈家豪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，我相信，只要两个人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，愿意相互理解，包容差异，无论来自哪里，都可以走得很远。思雨的心跳加速了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温和、聪明又有担当的台湾男生，但是他还有一个顾虑，他们之间的距离。
思雨在广州有家族企业，而陈家豪在台北有自己的事业。跨海的爱情真的能开花结果吗？台湾之行即将结束，思雨的心情却越来越复杂。一方面，她感觉身体和心理都比来之前好多了；另一方面，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。家豪，明天我就要回广州了。思雨在最后一次品尝暖心粥铺的特制粥时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陈家豪温柔地看着她，这次台湾之行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吗？思雨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当然是遇见你，还有你煮的粥。陈家豪笑了笑，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阿里山的日出或者九份的老街呢。那些风景固然美丽，但都比不上遇见你这件事本身。思雨真诚地说，你不仅帮我恢复了健康，还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。陈家豪的眼神变得柔和，思雨，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思雨好奇地问。我在台北的事业已经进入稳定期，最近我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拓展业务。陈家豪说，我想去广州开一家分店，你觉得如何？思雨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真的吗？你要来广州？我做了一些市场调研，发现广州的养生理念和食疗文化与台湾很契合，而且那里的消费能力也很强。陈家豪解释道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想离某个人近一点。思雨的脸瞬间变红了，你是说？思雨，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陈家豪真诚地说，我知道跨海的恋情不容易，所以我决定主动一点。思雨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家豪，我也喜欢你。但是你真的愿意为我来广州发展吗？那意味着你要放弃在台北稳定的生活。人生短暂，如果连追求自己喜欢的人都不敢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陈家豪握住思雨的手，而且来广州也是我事业发展的一部分。我相信两全其美的选择是存在的。思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紧紧地握住陈家豪的手。那么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陈家豪柔声问道。当然愿意。思雨擦掉眼泪，幸福地点点头。就这样，思雨带着满满的幸福和期待回到了广州。回到广州后，思雨和陈家豪开始了异地恋。虽然隔着一海，但两人每天都会视频通话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。思雨也重新投入到工作中，但这次她学会了平衡工作和生活。她开始按照陈家豪教的方法自己做饭，注重饮食健康，体重也慢慢恢复到了理想状态。哇塞，思雨，你瘦了好多啊！同事小张惊讶地说，而且皮肤比以前更好了。思雨微笑着说，因为我找到了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不再靠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了。是那个台湾营养师的功劳吧？小张眨眨眼睛，听说你们现在是异地恋？是啊，不过他最近在申请来广州开分店的事情。思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陈家豪来广州考察市场时遇到了不少困难。思雨，我发现广州的餐饮市场竞争太激烈了。陈家豪有些沮丧地说，而且办理各种手续也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思雨安慰他，别担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我在广州有些资源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。但我不想依靠你的家庭背景，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成功。陈家豪坚持道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因为理念不同而产生分歧。思雨认为爱人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，而陈家豪则更注重个人的独立性。家豪在广州，人脉和资源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。思雨试图解释，我只是想帮你少走些弯路。我理解，但我希望先尝试自己的方式。陈家豪温和但坚定地说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再寻求你的帮助。思雨尊重他的决定，但心里还是有些担忧。果然，陈家豪在广州的创业之路并不顺利。他租的店铺位置不佳，加上对当地市场不够了解，开业第1个月就亏损严重。家豪，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重新开始？思雨心疼地问。陈家豪叹了口气，我的积蓄快花完了，可能需要回台北一段时间，重新积累资金。思雨心一沉，那我们又要分开了，暂时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聚。陈家豪安慰他，我不会放弃的，只是需要调整策略。就在陈家豪准备回台北的前一天，思雨突然出现在他的小店里，带着一份厚厚的文件。这是什么？
陈家豪好奇地问：我托朋友做的市场调研报告。思雨认真地说：我分析了你的失败原因，也找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。陈家豪翻开文件，里面详细分析了广州各区域的消费习惯、竞争状况和潜在客户群体。最后，报告指出了一个理想的店铺位置：广州的创意园区。那里聚集了大量年轻白领，他们更注重健康，也愿意为高品质的食物支付更高的价格。思雨解释道，而且那里的租金相对合理，适合你起步。陈家豪被思雨的用心感动了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因为我爱你啊。思雨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家豪，爱不是依赖，而是互相成就。你帮我重获健康和自信，而我也想帮你实现梦想，这不是施舍，而是平等的爱情。陈家豪深深地被思雨的话打动了，他紧紧抱住她，谢谢你，思雨。我明白了。就这样，在思雨的帮助下，陈家豪在创意园区重新开了一家店，取名双城洲化，寓意广州和台北两座城市的美式文化交融。这次，店铺的定位更加精准，主打健康养生和心灵疗愈的概念，将台湾的食疗理念与广州的饮食文化相结合。除了供应各种特色粥品，还提供专业的营养咨询服务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双城洲化很快就在广州年轻白领中走红了。许多压力大、作息不规律的上班族被陈家豪温暖的粥品和专业的健康建议所吸引。我从没想过一碗粥也能这么好喝，而且还能改善睡眠。一位常客感叹道。陈老师不仅做粥厉害，他的营养建议也太专业了。另一位客人赞不绝口。随着店铺生意越来越好，陈家豪和思雨的关系也越来越稳定。他们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相互扶持，相互成长。思雨在陈家豪的影响下，学会了平衡工作与生活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。而陈家豪则在思雨的帮助下，逐渐适应了广州的生活和商业环境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家豪，你知道吗？一天晚上，在店铺打烊后，思雨靠在陈家豪肩上说：如果不是那次失恋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去台湾，也不会遇见你。所以说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陈家豪微笑着说，有时候看似是坏事，实际上可能是生活给我们准备的礼物。就像你煮的那碗粥，让我哭了3小时。思雨回忆道，那时候我以为是因为难过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心结被打开的过程。而现在我们可以一起煮更多暖心的粥，温暖更多的人。陈家豪温柔地说。1年后，在双城洲化开业周年庆的那天，陈家豪在所有顾客的见证下向思雨求婚了。思雨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爱情不是索取，而是共同成长；不是依附，而是相互扶持。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？陈家豪单膝跪地，手捧着一枚戒指，我愿意。思雨激动地说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现场的顾客都为他们鼓掌欢呼。这一幕被记者拍下，登上了当地媒体的头条。台湾营养师与广州千金的跨海爱情，一碗粥牵起的姻缘。婚后，两人将事业版图进一步扩大。陈家豪出版了自己梦想中的书《食欲：一碗粥的疗愈之旅》，成为畅销书。思雨则利用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，帮助双城洲化连锁化发展，先后在深圳、上海、台北等地开设分店。丽姐，多亏了你的建议，让我去台湾散心，才有了今天的幸福。思雨在婚礼上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感激地说，傻丫头，这都是你自己的福气。我笑着说，看来那个渣男甩了你，反而是他的损失啊。可不是嘛。思雨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我现在不仅找到了真爱，还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人生态度。看着眼前这对幸福的新人，我不禁感慨，爱情的奇妙之处，就在于它总是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，而且往往是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。就像那碗让思雨痛哭3小时的粥，苦涩中带着温暖，泪水过后是新生与希望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也能像思雨一样，在人生的低谷中保持希望，因为谁知道下一个转角会不会就是你的幸福在等待呢？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